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10号。今天呢，这个天气不错啊。昨天还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天气。昨天狂风暴雨啊，我还要约了一个税务律师啊，然后跟他见面啊，因为也约了很久啊，跟他见面，然后讨论了很多啊，关于就是欧洲各个国家的一些税务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以后呢，我也会和大家多分享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聊一聊，就是在目前啊一个全球大的趋势啊，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啊都在收紧移民政策。然后呢，政治上对吧，这个极右翼啊崛起，反移民的声浪呢，在欧美国家呢是越来越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还要不要移民啊？那如果移民呢，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啊？要避免进入移民垃圾时间啊。那这个移民垃圾时间是什么呢？我后面会具体讲的啊。首先呢，你像在欧洲啊，你像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啊，包括西班牙，都出现了右派啊或者极右翼上台啊，或者说呢，它的影响力在逐渐的增加。美国呢啊，它的这个移民政策已经是极其不稳定了，对吧？澳洲、加拿大啊，那么这2年呢，移民政策它的配额啊，他们是讲配额的，那么大幅的都收紧啊，都减少。所以呢，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种世界的关于移民的这种局势呢，都进入了一种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状态啊。这个让我觉得什么？就是说，长周期的移民项目还值不值得去做，对吧？就是它这个风险，因为是巨大的啊。那么对于很多人移民来讲啊，就像我们在讨论这些移民的这个事情，那怎么样算移民成功了，对吧？就是我们真正的，如果我们去讨论啊，你说他移民成功了，他移民失败了啊，那怎么算成功呢？是你一直在这里住着啊，你在这里有了事业，你在这里啊加入了国籍啊，还是你回去了啊，算失败了，对吧？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呢，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按照法律上的来讲，对吧？就是你移民成功，那么就是你加入了国籍，拿到了所谓的就是身份，对吧？那么越短时间啊，你拿到这个身份，加入了国籍，那么你在这种局势变化面前呢，你就是越安全，对吧？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像法国、荷兰啊，它5年现在就可以申请入籍，以前这个葡萄牙也是5年啊，但是现在就改成10年了。那么你像西班牙、葡萄牙，它就要10年才能提出申请入籍啊。你像意大利、德国，它也是10年，对吧？你爱尔兰啊，它也是5年，但爱尔兰它是有配额的啊。那么这个呢，就只是法律上规定的啊，就是你可以申请入籍的时间，还不是说就是你到了5年或者你到了10年，你一申请啊，你就第2年他就给到你了啊，不是的，就从你比如说在这里啊，你合法的居住5年，比如说你法国合法的居住5年，你可以提出申请，然后他要审核啊，看看你的这个税务问题啊，对吧？看看你的这种各种情况啊，他要对你进行这种全面的审核。那这个过程呢，有可能要到2到3年啊，甚至就是它会随着政治上的对待移民的松紧啊，它就会不一样。那么像在西班牙也是的，你像在西班牙，之前啊就有网友一直在我这下面留言啊，他说
啊，西班牙很好，跑过来生孩子，生完孩子，1年就可以入籍啊，然后什么，你其实啊，就是它这个是什么？只是说法定上的啊，就是说法律上有这样的一个条款，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来解读啊，它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第1年过来啊，你要第1年准备去生孩子，对吧？那你生完了孩子已经是第2年的事情了，然后你生完了孩子以后，你要去给这个孩子办居留啊。那么等到这个孩子居留办出来以后，然后呢，他还要居留办出来以后，他要合法的住满1年，对吧？因为居留以后才证明他合法，居留没有出来之前，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居留的，对不对？那么你就是已经啊1年多过去了，那么你这个1年多再加上他住满1年多，就是2年多，2年多以后呢，你才可以去给他进行提出申请。那么对这种出生在西班牙的这种小孩呢，那西班牙它是有一些政策上的优待的，对吧？它会加快，但是呢，这种加快啊，它最快也需要1年。那么它1年啊，因为1年是它法律上规定的啊，那么正常的，你像什么1.5年啊，就1年半啊、2年啊，都很正常。那么加快啊，比如说你1年只是批准啊，这个已经算是就是最快了，你当中还没有算什么补材料什么。那批准完以后，你还要再去约什么法院啊，约什么去宣誓啊，这些等到你最后拿到护照，拿到那个他们的居民卡啊，就已经是啊3、4年过去了。所以就是说，你短短的你在这个法律上面你看到的啊，什么出生在西班牙孩子啊，什么1年拿到国籍，但事实上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差不多要4年啊，这个已经算是就是你当中没出什么问题，就算很快了，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再移民啊，我真的觉得就是要找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啊，就比如说，我们拿法国啊，或者说那个同样的欧洲，像荷兰对吧？这种5年就是去申请国籍的这些国家，和像比如说葡萄牙、西班牙，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有时候呢，就人啊，他会一开始他会觉得就是，我会考虑啊，好像要节约一点成本，对吧？因为法国，那你生活上的成本啊，可能就是要物价什么的啊，你要比在西班牙差不多要贵个30%什么，对吧？就是说最基本的啊，其实你对我觉得就是对那些稍微消费宽裕点的人群来讲，这个不算什么啊。但是呢，你时间成本上啊，你节约了5年。那如果说你在西班牙，你就是真的你要住满10年以上，你才可以去申请，对吧？那如果说啊，像现在这种全球转右的这种风向，那么很多人他来了，比如说他来了7、8年啊，8、9年，那么他快临近了，就是要去申请国籍啊或者什么，哎，到时候这个政策一变化，一下子就是变成了啊，要不对你有什么要求啊，对吧？要不对你就是那个什么时间给你延长啊，就像葡萄牙，它突然之间就从那个5年变成10年了，对吧？这种历史上的这种政策啊，尤其是在欧洲是很多的啊。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你比如说，在2015年难民潮啊，那个难民潮呢，前后不到2、3年呢，很多国家的移民的门槛呢就大幅的提高啊。还有呢是这个英国脱欧啊，
英国脱欧啊，一下子就是一夜之间，就因为英国原来像欧盟什么居民都可以去，对吧？那一下子就重新开始要变得申请居留啊、申请签证啊什么，那些移民的这种便利就一下子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啊，什么10年能够入籍，很有可能到了你8年，对吧？你就变成了15年，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这种事情啊。如果啊，就让很多人再选一次，就比如说现在已经选择了10年的项目啊，或者说什么，让这些人大家再来重新选一次，那你今天你会怎么选？你会不会就是选一个啊，就是5年就可以申请？其实我想一想，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就比如说我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在法国的南部啊，其实像它那边的一些小的这种海边的度假的地方，跟我这里差不多的啊，最多就是物价稍微贵一点，房价稍微贵一点，但其实它整体来讲，他们这里的房价啊什么的，就房子啊本身来讲，我们说它的贵，是它比前几年要贵，但它总体你说它要跟比如说中国1线城市的房子去比，那这个还是要便宜很多很多啊，真的要便宜很多很多，但时间上就要节省一半啊。而对于我们这种，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会，就是西班牙语，也不会法语，那就在2个地方其实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就举个例子，就如果我现在跑到法国去，我一样我是5年我就可以申请。那如果我在这边，我前面5年可能我就把它全丢掉啊，我那到那边我还是5年就可以申请。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真的值得就是后面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要移民的人啊，深深的要去考虑。因为其实我以前我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那个时候我们啊考虑比如说移民，就觉得好像很顺其自然啊，你就觉得好像没关系，反正住多久就住多久啊，然后你不会想的那么远啊。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啊，他比如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他去晒啊，他晒一些什么居留卡啊，居留卡其实就是一个暂住证，对吧？就是说你暂时可以住在这里啊，你暂时可以停留在这里，这个不代表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啊，就不代表你的身份。你犯点错误或什么，他可以立刻就取消你的这个居留啊，就可以叫你回去的，对吧？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很多人他在晒这个居留卡呀，或者说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有一些人他在晒这个已经得到那个国籍的啊，就加入他们加入了国籍，他就晒这个护照。我以前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好晒的，对吧？又不是说你晒了一个上面啊有很多很多零的一个什么，是吧？就你晒这个啊，我以前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啊，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这2年很多人啊，他们就是悄悄的他们去入籍了，然后呢，他们拿出来晒一晒，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啊，因为那些人可能在这边他已经就是住了好多年啊，或者说他正好卡进这个时间点了，他悄悄的他去申请了，对吧？但是他就看到了这种事情的不确定性啊，那么他去晒，这个背后呢，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只有就是你真正的你经历了这一切啊，我觉得这些人他才真正的懂。像我们其实还是不懂，就我们没有等10年，对吧？我们就不懂这个事情。但如果说你真正的那种1年1年10年啊，他等过去，然后再等2、3年，他最后他去完成了他的移民，他入籍了，那么他一路上可能确实他是要去晒一晒的啊，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吧，对吧？今天啊，就是给大家聊一聊的重点就是，大家要去
看啊，就是现在主要还是要考虑短期时间内啊，就可以帮你一步到位完成这个移民的。因为长期来讲，政策真的政策可能真的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就有可能到后面突然之间一下子啊，你就这个政策会有转变，对吧？其实再讲几个案例，有很多的啊，你像比如说加拿大的啊，这个快速通道分数大幅的上调，就2022年到2023年，对吧？这个加拿大的网友都知道，我也是加拿大网友告诉我的。之前很多人在加拿大，他只要凭工作经验，他凭语言成绩，他就能拿到邀请。但是后来呢，他们这个分数线一下子给他拉上去了，很多原本对吧，他稳进的，就本来那些人给自己算分你觉得没问题啊，然后他就被挡在门外了，对吧？还有你像美国 H1B EB5也是好几次就收紧了。你像 H1B 的工作签证，他给你抽签比例下降，审核更加严格。这个东西过去就是那些人他骂，为什么很多人就骂那个就是之前的那个民主党，对吧？骂那个，他说很多人非法移民跑进来你给他那个就是身份，我们来这边读书，然后留下来正儿八经的去搞这个工作签证，抽签比例你给我还多次下降，审核还那么严格，对吧？还有你像那个 EB5投资移民投资额一夜之间它从50万美元涨到90万美元后来又进行调整。然后现在川普就更不对了，他直接给你搞出一个什么 VIP 的，对吧？是500万美元的一个什么卡，对吧？还有你像那个丹麦是2018年丹麦2018年它是原来丹麦呢，你只要居住7年，你就可以申请入籍了然后呢，它突然后面一下子延长到9年，而还增加了语言和文化的考试的要求所以就是有些人他如果突然他等到了那个时间点突然一下子给他又延长2年，对吧？你像丹麦原来是7年你像什么塞浦路斯这些他们也是7年有几个免税国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种很多人可能还是一下子不能理解我就告诉你们，你5年的跟10年的对比起来，你从概率上你就增加了1倍，就你的风险你就增加了1倍，知道吗？就是说你可能有50%的概率你就会碰到不好的事情，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好吗？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谢谢。